其实人人都是美食家，每个人一定对某一样食物是有些记忆，我就把它画出来。你看，我是李纯，今年63。我以前是做报纸的，我写稿已经写了差不多40年了。80年代的时候，娱记跟明星的关系真是交朋友的，刘德华啊、郭富城啊、李一鸣啊、张学友啊、刘嘉玲啊，那些袁咏仪啊，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小朋友，就我们大家同期成长的嘛。林青霞也熟啊，林青霞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大明星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专栏作家，画画。2014年就给我家里的狗啊，就拍了张照片，空白的地方我就写字，就把一张相片做得像画一样。画画我没有什么基础，我是个吃货，很喜欢吃。我写过一个系列的饮食，是在北京，是在上海。食物吸引你，然后你就会去仔细的去看。水煮鱼是四川菜的一个佳肴，那么绝对符合中国菜这个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要求。水上面有油，油里边就泡着雪白的桂鱼片，然后有鲜红的辣椒，还是炸的稍微有一点点焦的边，还有花椒，红的白的，在那油光闪闪的，画出来也是非常好看的。你有这种心思去观察的话，你就会找到一个点是最能表达它这个菜的。我对食物的了解对我画画就会有优势。我从小就出生在上海，然后22岁去的香港，我对食物感情很深，画过红烧肉啦、小笼包啊、生煎包啊、大饼油条啊、葱油饼啊，很多上海菜。生煎包一定要稍微有一点底，要是焦的黄葱葱的那种，做的很漂亮的生煎包，上海人就知道这生煎包是不好吃的。每个人一定对某一样食物是有些记忆。12岁有一次呢，我父母呢，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广西，累得要死，满脸的煤灰，又饿得要命。师傅说啊，上海来的孩子，就炒了一碟芹菜炒肉丝，那种香味儿，肉丝又嫩哈，他又放了磷粉啊在里边，非常的到位又火候，这辈子就爱上这芹菜炒肉丝了。我就把它画出来，故事写在那个上面。这是第一章。好玩的事情不要有什么限制了。我是一个最怕仪式感跟形式感的人。我在我的吃饭桌上画画，放颜料的那个碗是家里剩下来的饭碗，放墨汁的是剩下来的碟子。开饭我得收摊儿。我太太还问我，你那个画那么多干嘛啊？我突然就跟她说了一句很雄心壮志的话，我说我60岁以后卖画养你。现在有做到跟老婆的承诺吗？养老婆可能养不起，但是带老婆女儿出去旅行的钱有。把自己的故事跟食物结合在一起，当你没有吃的时候，你会去想象那个味道，从想象到真正的了解，然后我知道这个食物的故事，目的了。看见我的画会饿，看见我的画会馋，那就好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